你好，我是老顽童，和你聊聊科技教育的那点事。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当软体工程师，也要学写程式呢？这是现在多数人心中的大问号。分享3个现实社会中真实的故事情景。情景1，小文是色彩设计师和纺织信息中心的高级趋势研究员。他的团队临时接到一个任务，需要在1周内提案下年度的流行色彩。以小文他们近30人的团队，所有人放下其他的工作，最快也要2周才能完成上百万张图片的归类分析，才能从趋势洞察中提取决策。以常规的作业方式是无法达成任务的。最后在好友的提议下，他的主管带着小文和另外2个同事找到 AI 公司寻求协助。经过前期沟通，提供数十万张的图片， AI 竟在7小时就完成工作。经过这次和 AI 的协作，小文带着不安的情绪和主管多次讨论，得出了让小文充满危机感的结论。以未来新的工作模式，只需要现在不到1/3的人力即可胜任。也就是说，小文现在团队超过2/3 20人以上将成为冗员。因此，小文决定学习程式设计和 AI 技术，争取成为和 AI 共事的小组成员。世界经济论坛于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表示，到2025年，机器人和 AI 等自动化科技的进一步深化，有8500万个职位将消失，同时也会创造9700万个新职位。世界经济论坛同时预测，未来5年可能消失的工作包括资料输入员、行政与执行秘书、会计与簿记员、客服人员和机械维修人员等等。而未来热门的新职位包括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、人工智慧与机器学习专家、大数据专家、数位行销和策略专家、物联网专家、软体和应用程式开发人员，以及数位转型专家等等。专业咨询公司麦肯锡也预计，到2030年，全球会有多达8亿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人代替，一些岗位会发生重大变化，而另一些职位将会彻底消失。2019年，李开复先生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，他相当看好人工智慧的发展，更预测未来15年内 AI 将取代全球 40% 的工作岗位。简单的说， AI 会取代现在很多工作，但也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。虽然尚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新的工作，但可以确定的是多数和 AI 有关。我们可以做2个小结论。第一，会训练 AI、操作 AI、利用 AI 的人将取代不懂 AI、不对接 AI 的族群。第二，不导入 AI 的公司单位因竞争不利，容易被 AI 化的公司单位边缘化，甚至淘汰。面对潮流，不论喜不喜欢、愿不愿意，潮流趋势不会因个人的抗拒而改变。只有引导孩子顺势而为、乘势而起，才不会被快速迭代的科技浪潮淹没。情景2，小琴是广告公司的业务助理，外人眼中是一个待遇不错、光鲜亮丽的广告人，实际只是一个待遇稳定的小妹。2020年初，在游戏开发公司担任主管的好友调到台中，和他分享现在在台中会Python程式语言的工程师起薪行情 80K。 小琴讶异地问，3年前台北起薪不才60-70K 吗？好友骄傲的口吻回答，早不止啦。经过与好友的沟通了解，科技将会主导未来智慧社会的发展，不论 AI、IoT、Blockchain、Quantum Computing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自驾车都需要软体作为大脑。因此，小琴带着蹉跎3年光阴的一丝懊悔，决定趁年轻下定决心要运用科技来提升自身的价值，于是开始他程式设计学习的奇幻之旅。不论小琴转不转行，都要为自己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维持高度的竞争力添柴加火。有一张图可以了解小琴的决定是否明智。统计图显示，在美国自2011年起，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求和该专业毕业生就存在超过10万的落差，而经过10年的努力培养，这个落差在2020年竟扩大到惊人的100万，而且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年薪也是所有美国学士学位最高的，
职缺成长也高于全美平均的2倍。僧多粥少，当多数企业争夺有限的科技技术人才，科技人才的待遇水涨船高，也就是自然的了。我们可以再具体做另外一个小结论，程式软体开发应用是现在及未来热门且高薪的职位，对于小钱的人生选择也算一窥因果全貌了。情景3，小叔是个3C 控，2019年考上中部顶尖的高中，双11光棍节前夕备战3C 抢优惠的空档，一则报道吸引小叔的眼球。阿里巴巴的 AI 设计师鲁班在2016年才初试提升，到2018年已累积制作超过10亿张的海报，双11期间每秒更制作8000张海报。小叔心中怀疑地问自己，这需要数百上千人花一天多少工时才能完成啊？这个疑问一直到2020年暑期参加 AI 领袖实作营才初步释疑。原来大量数据加演算技术加深度学习加云端算力真的可以秒结8000张海报。这种设计风格的活 AI 也能胜任愉快，担任基础设计的设计师也要面临失业的威胁了。小叔深切认知，即使志向不是成为软体工程师，他未来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必须驾驭 AI， 否则将被 AI 淘汰。2020年的8月，小叔坚定地拥抱 Python 程式语言，准备以影像辨识应用为目标，开启深度学习之旅。以上情景过去5-6年不时上演，未来将更频繁发生。不论是小文怀着被淘汰的恐惧，小秦带着耽搁3年前途的懊悔，还是小叔坚定人生方向的气魄，不同时空、不同场景、不同原因，都相同选择程式素养，因为他们3位，包括你我，都处在同一个场景，一个科技快速迭代、感知智慧装置爆炸式成长的巨变场景，没有一个孩子不在这个场景中。诚如贾伯斯所言， 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country should learn how to program a computer, should learn a computer language, because it teaches you how to think. 是的， teach you how to think。 贾博士为孩子为什么要学习程式语言做了一个中肯的注解。孩子除了学习程式逻辑，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思考， learn how to think。 我是老顽童，陪孩子玩转程式科技乐趣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老顽童频道，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。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说说你的看法，尤其希望我和你聊聊什么样的主题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不漏接新视频。我们下集见哦。